在台湾，多数人深信房地产只涨不跌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，房市的荣枯起落就像一出精心编排的戏码，高潮迭起之后，往往隐伏着危机。尤其在某些地区，危险信号已经开始闪烁，成交量骤降，新屋卖不出去，空屋越累越多，仿佛一场大风暴前的寂静。俗话说，量在价先，也就是成交量通常会领先价格变化制。当买卖量先冻结，价格才可能跟着松动下跌。所以我们今天索性深入检视全台湾房市，透过3项关键指标来找出房价崩盘几率最高的10大行政区，带各位看看哪里的房地产泡沫最可能被戳破。首先说明我们选取的3大指标：预售屋成交量的崩跌幅度、新成屋待售余屋数量，以及中古屋空屋数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看一个地区买气退烧到什么程度，新建房子滞销多少，以及现有房屋有多少闲置空着。当一个地方同时出现成交量腰斩甚至归零，新房子大量卖不掉，现有房子空着没人住，这些都暗示供给远超过需求，房价随时可能承受不住而向下调整。经过整理全台各地的数据并加以分析比对后，我们发现有10个行政区特别令人担忧，成了房价崩盘风险 Top 10。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排名从第10名倒数到第1名，一一介绍这些高风险泡沫区的现况与故事。第10名，新北市板桥区江翠北侧重划区。新北板桥一直是大台北地区的房市热区，人口密集，机能完善，房价常年高昂。然而就在这黄金地段的板桥，我们的榜单竟然点名出一个高风险区域，那就是江翠北侧重划区。这片沿着大汉溪的新兴重划区原本被视为板桥的下一颗明珠，许多高楼豪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一度吸引众人目光。然而如今走进江翠北重划区，你或许会发现华丽外表下有些异样的安静，许多崭新的大楼灯火稀疏，不少楼盘销售中心门可罗雀。一项统计指出，江翠北侧重划区目前累积的待售余屋高达3500多户，换句话说，有数以千计的新完工房子还没卖掉。更棘手的是，这里推出的房子多属于总价高昂的大坪数产品，动辄上千万元甚至数千万元。开发商锁定的是有钱客层含投资客。然而随着近来银行贷款愈来愈紧，利率攀升，这类高总价住宅变得不好出手，自住的小资买不起，投资客也开始却步观望。我们知道房市中有个可怕的名词叫断头，所谓断头原本是股市用语，指融资买股因股价下跌，保证金不足而被强制卖出。在房地产上，断头指的则是预售屋买方因为贷款成数不如预期或资金周转不灵，最后无力付款，只好认赔退场。在板桥、江翠北这种高单价市场，断头风险被认为特别高。试想，如果当初投资客用高杠杆定下预售豪宅，等房子盖好却发现银行估价保守，贷不到足够的款，加上此时房市走下坡，没有人接手，他们只好割肉退场，赔掉定金。一旦这类抛售潮出现，房价将应声松动，甚至急跌。目前江翠北侧已经出现买气明显冷却的状态，市场量能急动。正因如此，它在我们的排行榜上占据了第10名的位置。未来这里的走向如何？是重新蓄势待发，还是让一栋栋华厦变成夜晚只亮几盏灯的寂寥景象？这个问题恐怕得看资金紧缩的寒冬会持续多久。第9名，桃园市中坜区青埔高铁特区。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移向桃园，在第9名上榜的是桃园中坜青埔，也就是众所皆知的高铁青埔特区。提起青埔，许多人第一印象就是高铁新都心、未来城市中心等等耀眼的标签。高铁通车之初，青埔周边一大片农地重新划为新市镇，政府和建商们画下宏伟蓝图，机场捷运、购物商城、体育园区、企业总部，一时间青埔仿佛要成为台北信义计划区第2。在这波愿景带动下，前些年青埔的房市可说热火朝天，大批投资客涌入买地买房，先卡位再说。短短几年间，高楼大厦在青埔平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然而理想很丰满，
现实却有点骨感。随着建案陆续完工交屋，青埔面临一个残酷问题：人去哪了？根据推估，目前青埔地区的空置住宅可能超过数万户之谱。有统计称，光中坜区整体的空屋量就将近18000户，而青埔作为投资客最集中的重划区之一，贡献了极大的比例。走在青埔宽阔的街道上，白天可能还有赏屋的人潮与看板旗帜，但一到夜晚，许多大楼窗户依然黑漆漆，入住率相当低。青埔的问题在于开发超前于实际需求，房子先盖满了，可是人口成长和就业机会跟不上节奏。对当地刚性需求来说，高铁特区的房价并不便宜，很多本地年轻人或上班族负担不起，而真正愿意搬来这里的企业和人口又远不如预期中的多。结果就是投资客比自住客多，房子盖好后，投资客想转手，却发现接手的人有限，只能干放着。大量的新房变成空房，供给高高挂在市场上，形成一种隐形的卖压。目前青埔房市呈现典型的从化区窘境，开发商已经把饼画好，房子盖好，现在只能等人来住。但人气这东西没那么快涌现，也许要等产业进驻，商圈成熟，时间去沉淀。但房贷可不等人，新房子的持有成本也压在投资客肩上。如果未来景气下行或资金成本提高，这些空屋终究可能变成价格松动的推手。青埔高铁特区会不会成为台湾下一个大型泡沫破灭的现场？许多专家都在密切观察，毕竟当初它被誉为桃园的新门户，如今却风光不再，让人不胜唏嘘。青埔的高楼夜空，目前看来更像一场泡沫经济的实景展示，白天繁华一片，夜晚灯火稀疏。这样的场景未来是会渐渐被实质需求填满，还是等不到足够的人潮终至房价下跌来寻找市场所能接受的水平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第8名，桃园市龟山区 A7 航空城从化区。桃园这次不止青埔上榜，还有另一个从化区也紧随其后，占据了第8名的位置。这就是位于龟山区的 A7 从化区。所谓 A7 其实是桃园机场捷运沿线的一个站点代号， A7 站国际体育园区站附近，但在房地产界 A7 从化区已经成为龟山一块大型开发区的代称。这里离台北市区车程不远，又号称临近机场与未来航空城计划，加上早年政府在此推动合宜住宅，使得 A7 成了双北外裔族和年轻首购族关注的焦点。几年前 A7 从化区的房价相对台北、新北便宜许多，引发不少人抢购预售屋，期望买到都会区外围的高 CP 值新房。建商们也看准这波需求，疯狂推出各式建案，高楼公寓处处林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全国房市转冷， A7 的供给过剩问题开始浮上台面。据调查， A7 从化区目前待售的新成屋约有4700多户，数量居全国单一行政区之冠。换言之，全台没哪个地方像 A7 这样堆着这么多盖好但还没卖掉的新房子。同时 A7 的空屋增加速度也是全台最快的之一，房子一栋接一栋盖好，但交屋后买主却没几个入住，亮着灯的窗户屈指可数，整个区域空置率一路飙升，供给暴增配上买气骤减，这对房价来说可不是好兆头。我们不妨想象 A7 现在的处境，一边是建商手上大量库存卖不出去，另一边是观望的买方嫌弃地段偏远或交通未臻完善而迟疑不前。如果未来景气没有大幅回暖， A7 的房价极可能面临慢性滑落，因为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与其让资金长期卡在那里，有些撑不住的投资客或建商最后恐怕只能降价求售回血。A7 从化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湾近年从化区热潮的一面缩影，先画大饼把房子盖满，再期待人潮车潮跟上。这样的剧本有时等来的是繁荣实现，但有时等来的却是泡沫幻灭。 A7 现在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，这也是为什么它被列为房价崩盘风险第8高的区域。我们也许不禁要问，这些空荡的新城难道真要变成下一个鬼城吗？第7名，台中市北屯区。将视线转向中部，台中市北屯区
在本次榜单中位居第7名。台中一直是近年房市最热络的城市之一，过去10年间房价涨幅惊人，其中又以7期重划区、高铁特区等地区最受瞩目。不过，不要以为只有那些豪宅区才有风险，其实台中的泡沫隐忧早已从蛋黄扩散到蛋白。我们看到北屯区这几年建设快速发展，新社区不断出现，预售屋案量节节攀升。北屯是台中人口最多的行政区，土地范围广阔，近郊也有许多农地重划，加上台中捷运绿线通车带来的利多，一时间建商纷纷投入北屯推案。对刚需族来说，北屯的新建案价格相对台中西区、七期等地还算亲民，也因此销售一度热络。然而，随着整体房市趋冷，北屯出现了供给积压的现象。截至最近的市场统计，北屯全区待售中的预售屋户数超过4000户，这项数字居全台单一区之首。也就是说，全台新房子要找买主，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就是北屯。有专家形容，北屯目前处于一种高库存、高风险的状态。如果买气持续不振，这4000多户预售屋将成为一股庞大的卖压，长期压在市场上，或使建商和投资客只能用更大的优惠或更低的价格来吸引买家。北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供给远超过需求时，价格下修只是时间问题。尤其预售屋市场讲求资金流转，若销售停滞，建商的压力很大，后续开工的案子可能被迫延迟。已完工的房子如果长期卖不掉，也可能转为降价或打折处理。现在北屯的房市就有点陷入这种焦着，买方等着看价格会不会再跌，卖方期待景气好转，有人进场接盘，双方僵持之下，成交量明显萎缩。这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量先价行，征兆成交量先死，接着库存堆积。如果未来没有新的利好刺激，北屯的房价走弱似乎难以避免。当然，对自住买家而言，这或许反而是件好事，因为多年来居高不下的价格可能出现松动。但对前几年高点进场的投资客来说，这恐怕就是一场梦魇了。第7名的北屯区正静静地站在风暴的前夜，我们要看的是建商与投资客的耐心还能撑多久。第6名，高雄市凤山区。凤山是高雄人口最多的行政区，也是传统市区之外发展最早、最成熟的区域之一。多年来，凤山房价在高雄都数1数2，因为生活机能好，人口基数大，自住买气稳定。然而，正因为凤山热度高，它也成了这波南部房市狂潮中投资客重兵囤积的战场。前2年高雄房价起飞时，凤山许多预售新案的价格直逼市中心，甚至涨到当地自住族难以承受的地步，房价炒高了。可是薪资和当地居民购买力并没有同步提高，这意味着凤山的新房有越来越依赖外来投资或高资产族才能接手，本地首购族大多被高价挡在门外。随着打房措施上路和整体景气趋缓，现在凤山区出现了明显的价撑量缩现象，也就是价格依然处在高档，卖方不愿松口降价，但成交量已经大幅缩水。资料显示，凤山近来的房屋买卖移转动数，也就是成交量，相比高峰期萎缩了将近90%，几乎可说是急冻。10笔该成交的现在只剩下1笔在动，市场弥漫观望气氛。这种情况下，表面上价格好像还撑在那里，但事实上已经有价无市了。如果之后有哪根稻草压垮骆驼，例如资金链断裂的投资客抛售，价格就可能快速补跌。凤山目前的局势让人联想到上一波房地产循环高点时，一些地区也是先出现成交量锐减，几个季度后价格才开始明显下滑。可以说，凤山区现在正处在这个关键转折点上。第5名，高雄市仁武区。接下来是仁武区。对外县市的人来说，仁武或许没凤山那么有名，但在高雄本地，仁武是近年窜起的房市新星。它位于高雄市区北侧边缘，临近楠梓科技产业园区和一些新设的大型工业区。随着产业发展，近年不少就业人口在此聚集，再加上高雄都会区外扩，仁武被视为新的居住热区。几年前，仁武的房价相对市区便宜，
因此吸引不少年轻家庭进驻。然而，投机的资金也闻风而至，当地推出的预售屋很快被投资客扫货，房价在短短5年内翻了将近3倍。试想，一栋房子可能从每坪10几万炒到30-40万，涨势相当惊人。当然，本地自住民众对这样的涨幅是难以负荷的，但在一片乐观情绪下，预售市场还是越来越火热。然而，现在风向转变了，随着全台预售屋市场进入寒冬，仁武也无法幸免，新案成交量几乎雪崩式下跌。据统计，仁武区近期预售屋成交较高峰时锐减了90%以上，几近停摆。可以说，买卖双方都突然冷静下来，自住的等着看投资客会不会降价抛售，投资客则进退两难，继续持有吧，怕后市看跌，想卖吧，现在乏人问津，根本卖不掉。仁武的情况有点像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，一旦音乐停了，很多人可能就会没椅子可坐。那鼓点在去年还敲得震天响，今年却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僵在原地。仁武区能不能软着陆，还是会变成南台湾房市泡沫的一个缩影，就看之后几季会不会出现价格明显滑落，来重新吸引真正的刚性需求进场接盘了。第4名，高雄市前金区。现在轮到前金区。前金是高雄市中心的老牌市区，紧邻新兴、盐埕等区域，可以说是高雄的传统蛋黄地带。这里早年繁华一时，不过随着城市发展重心东移，加上人口外流，近10几年来前金的人气不若以往，但也因为地处市中心，近年都更重建，建商改造老市区的案子不少，新的大楼盖起来了，价钱当然也不便宜。一边是新成屋，每坪开价动辄30-40万以上，另一边是周遭老公寓，中古屋可能一坪10几万或20万出头，结果就出现了极端的价差。前金区新预售与中古屋价差 reportedly 高达60%以上，也就是说新房比旧房贵了6-7成，价格严重脱钩。这种新旧价格严重倒挂的现象，往往意味着新建案的定价可能透支未来。毕竟买房子的人也不是傻瓜，当地中古房都那么便宜，新房卖这么贵，到底凭什么？如果新成屋的品质、环境无法提供远超中古屋的价值，人们凭什么为它支付60%以上的溢价？所以前金的新房销售其实并不顺利，大多数买家还是观望，导致预售成交量低迷，建商扛着高地价、高成本盖出来的房子，发现售价到了一个天花板，再高就乏人问津，但要降价又心有不甘，只能硬撑着。但市场不会理会你的成本，买方只看价格值不值得。前金现在的处境有点进退失据，新房卖不动，老房又持续在低价水平交易，两者价差僵在那里，形成一颗隐忧巨大的泡泡。未来如果高雄房市整体下行，前金这种价格虚高的一定首当其冲，这种新房价格可能不得不向下修正，来贴近市场真实支撑力。到时候前金区那些高价预售恐怕很难全身而退，因此前金被点名为高风险也就不足为奇，毕竟脱离基本面的价格终究难逃重回现实的拉力。第3名，高雄市大树区。高雄上榜的第4个区域，也是风险排名最高的一个，就是大树区，高居第3名。大树位于高雄市的东南缘，临近佛光山风景区，以往给人的印象是郊区农地，多数地段相当乡村淳朴。然而近年来，大树区却成了高雄房市一个离奇的热点。这跟几年前政府宣布在大树新建科学园区，所谓桥头科学园区的计划外溢，或者邻近区域的产业布局有关，一度让人们对大树的发展产生想象。再加上高雄房价全面上扬时，市区许多人把目光投向周边便宜地区，大树这块价格凹地就被炒了起来，有点类似台北人去炒林口、桃园，或者台中人去炒大雅、后里那种感觉。一个原本不怎么热门的郊区，突然因为整体房价上涨和题材利多，被投资客相中，开始大举进驻。短时间内，大树的预售案量暴增，房价也水涨船高。然而很快的，现实给了这些追逐梦想的人一记闷棍。
大树其实产业并没有真的迅速进驻，人口成长也相当有限，买房自住的人更是寥寥，毕竟很多高雄市民对住到那么远郊区兴趣缺缺，于是投资客几乎自导自演地炒起一波房市热潮后，又发现接盘的实际买家很少，当整体环境一转冷，这泡沫马上现出原形，成交量瞬间归零。据统计，大树区最近的交易量较高峰时萎缩了95%，几乎跟我们榜单第一名的惨况不相上下。也就是说，市场从活跃到冷清，只剩不到1/10的成交在撑门面，这等于宣告投资客撤退，自住客也兴趣缺。大树的房市进入休克状态，可以把大树的案例看作小城市版的泡沫兴衰史，在错误的时间把大量资金堆进一个条件并不成熟的地方，结果暂时炒高了价格，但没有真正的刚性需求支撑，那价格最终还是得跌回去。几乎100%的成交量下跌，意味着买方完全消失，接下来卖方只能互相观望，谁先撑不住。或许未来某天，为了回笼资金，建商或投资客开始松动价格，那大树的房价曲线可能就会像溜滑梯般向下滑。在我们这 Top 10榜单中，大树之所以名列第3，就是因为它的种种数据几乎和第一名不相上下，仿佛朴子是我们等会介绍的第一名的翻版。在南台湾，大树可算是目前泡沫风险最高的区域。当然，对还没买房的人而言，这或许意味着将来有可能捡便宜的机会，但对于高点进场的人，那滋味可就不好受了。以上4个高雄地区，凤山、仁武、前金、大树集体上榜，不能不引起重视。高雄的例子提醒我们，就算是一座城市内部，不同区域的市场供需结构也天差地远。有的区域基本面稳健，稍微盘整后可能继续有人口与产业支撑，但有的区域确实泡沫化严重，一旦潮水退去，问题就将一览无遗。曾几何时，南台湾的房市被视为价廉物美的投资天堂，如今看来，其中暗藏的风险正在逐步浮现。第2名，新竹县宝山乡。来到榜单的第2名，我们看到的是北台湾的一个案例，新竹县宝山乡。提起宝山，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，但如果说穷人版竹北，房产圈的人大概就懂了。竹北市是新竹科学园区的所在地，也是近年全台房价最高、涨幅最大的城市之一。然而，竹北房价高涨后，许多预算没那么高的买家把目光转向了邻近的宝山乡。宝山紧贴竹科和竹北，地理位置上算是科学园区的生活圈，但因为行政区隶属新竹县，发展程度相对竹北市区为低，过去房价一直亲民许多，对不少希望沾竹科光环的人来说，宝山一度被视为捡便宜入手的替代选择。几年前竹北一坪飙到30-40万时，宝山也许20万出头就有交易，听起来确实诱人。于是宝山的土地和预售屋开始受到投资客与投机买家的青睐，竹科工程师外溢，刚需迟早会来的信念支撑起宝山房价在短时间内出现跳涨。但很快的，现实又给这些人上了一课，房价可以炒高，生活机能却不是一夜长成。宝山毕竟是乡，一下子涌进来的住户并不多，商业设施、学校、交通建设等配套发展明显落后于房价的成长。结果很多买了房的人发现，周遭空荡荡的大型商场、医院、公园还在规划中，每天通勤还是得开车到竹市竹北，非常不便。这时候心态不稳的投资客开始想撤退，而自住买家也兴致缺。很快地，宝山的成交量急转直下。根据近期统计数据，宝山乡的房屋买卖量较高峰锐减了92%以上，几乎要归零。与此同时，更大的隐忧在酝酿。早年在宝山推动的几个大型造镇开发案陆续完工交屋，未来1-2年内一大批新房子要交到市场上，形成庞大的未来供给压力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宝山原本不大的一个乡，这几年疯狂新建的新房如今一字排开准备交付，但接房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房子会不会从交不出变成卖不掉？如果大量的新成屋无人入住，抛售压力增加，价格自然面临下调。宝山眼下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，
可以说，宝山乡的经验是竹科房市的一面镜子。当主流热区竹北价格太夸张时，投机资金涌入周边便宜地区炒作，但周边地区的基本面可能根本承受不了这种价位，最后适者生存，虚高的部分就会掉下来。宝山被称作穷人的竹北，然而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，只要高点接了最后一棒，都会在这场修正中尝到苦果。排名第2的宝山乡，如今正面临这样的泡沫考验，后续是有新的产业进驻支撑起需求，还是房价回档修正让市场重新平衡，这对当地居民和投资者来说都至关重要。第1名，嘉义县桃子市，终于来到我们风险榜单的第1名。没错，全台湾房价崩盘几率最高的行政区。根据这份分析，居然是一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地方。嘉义县的朴子市，桃子是一个小镇，过去在房地产市场上几乎没啥存在感，但偏偏就在最近这波房市大潮中，它被推上了一个极端的位置，成为房市泡沫最严重的区域。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，大约在2021年前后，科技业投资台湾版图有了一些新动向，市场上盛传台积电可能在嘉义设厂的消息，一时间原本相对落后的嘉义似乎出现翻身契机。朴子市临近嘉义高铁站，在太保市和嘉义县政府，加上地广人稀，地价低廉，如果台积电或相关产业真的进驻，朴子周边的地产价值想象空间极大。于是不等消息坐实，许多闻风而动的投资客、建设公司已经开始提前卡位。短短一段时间，朴子周边出现好几个预售屋推案，广告宣传铺天盖地，仿佛嘉义的竹科新城即将诞生。一向平静的朴子房价也被炒高，一坪单价由个位数万跳到10多万，涨幅惊人。当地人看傻了眼，这里的房子什么时候变这么贵？但外地投资客似乎不以为意，他们笃信产业一来一切都值。然而现实相当残酷，台积电的题材最终并未在嘉义开花，或者说短期内不可能有实质进展，利多变利空，题材退烧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房市瞬间熄火。据最新资料显示，朴子市的预售屋成交量相较高峰时暴跌了 95% 以上，几乎趋近零成交。也就是说，原本那些抢着下订单的人不见了，售楼中心空荡荡，建案销售陷入停滞，供给挂在那里，没有人接手。这就是典型的题材退场型市场。当初涨多狂热，如今跌回宁静。朴子的故事正可谓一场空，幻想很美丽，现实很骨感。对朴子而言，台积电的利多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场，然而房子可是实实在在盖了起来，钱真金白银的投下去了。现在这些预售案进退两难，继续盖吧，怕交屋后更卖不掉，想降价促销吧，幅度太大可能引发前手抗议，甚至引爆金融风险。可以说，朴子现在就像一颗悬在半空中的泡泡，没有外力，它暂时停在那，但迟早会因内部压力失衡而掉落地面。崩盘会从这里开始吗？也许朴子不是全台房价的缩影，毕竟它很小，很特例，但正因为小，它更容易率先出现戏剧性的变化。当地人戏称，朴子的房子现在是有形无市，价格只有傻子相信，或许言过其实，但确实折射出市场信心的崩解。如果未来1年经济环境转差，利率续升，那些硬撑着不降价的朴子建案会不会挺不住开始抛售？一旦有一案带头大降价，其余必然跟进，到时候价格雪崩也不是不可能。朴子名列风险第一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：房地产最怕脱离基本面纯炒题材，产业没有来，人口没有真空，憧憬利多去炒房，那房子最终还是要卖给真正需要住的人。如果接盘侠消失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朴子市现在正处于游戏终局，相信不久的将来数据上就会反映出实际价格的松动。看完以上 Top 10崩盘风险区域的盘点，或许你的心情也跟着起伏跌宕。我们仿佛看了一场台湾缩影版的楼市沉浮史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剧本，有的是供给过剩压垮市场，有的是炒作退场繁华不再，有的是价格虚高无人买单，还有的是高杠杆锻炼风险是福。
然而，你可能会问，接下来会怎样？这些泡沫会真的破掉吗？在结尾，我们要来谈谈3大可能引爆房价崩盘的导火线，以及对整体房市的影响。首先，第一个导火线来自金融环境，央行持续紧缩的信用管制。近2年，台湾央行已经多次调升利率，并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，目前已累计到第7波。简单说就是去杠杆，让借钱炒房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对资金实力不足、习惯高杠杆操作的投机客来说，这无疑是迎头痛击。贷款成数降低，利息成本提高，很多投资客的资金链变脆弱，只要房子一时半刻卖不掉，利息压力加上无法融资的新限制，就可能撑不下去，被迫出售。这种情况一旦扩大，必然对房价带来下行压力。第二个导火线是供给面的海啸。过去几年房市大好时，建商四处抢地推案，一窝蜂开工盖房子。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点，交屋潮来了，许多先前开卖的预售屋陆续新建完成。2023年至2025年是新成屋集中交付的高峰期。一旦大量新房同时涌入市场，会发生什么？在需求没有同步扩张的情况下，房子突然变很多，而且这些房子不是纸上数字，而是开发商或投资客手上的实实在在库存。就像我们在 Top 10里反复看到的，无论是北屯4000户预售， A7 近5000户余屋，江翠北3000多户豪宅，还是宝山、大树大量新屋准备入市，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个案，而是整体供给激增的缩影。如果买方需求无法消化这波供给，最终只能透过价格下跌来寻找出路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泡沫破灭。第三个导火线涉及金融机构风险控管，银行房屋建价转趋保守。前几年实价登录常常爆出某某社区成交破新高，当时银行在竞争放款，对这些高价也多半照单全收，愿意依成交价给予高成数贷款。然而随着房市转冷，银行的态度也在改变。现在就算实价登录有高价记录，银行未必愿意相信那代表真正价值，贷款审慎许多。结果就是买房的人要么贷不到足够的钱，要么被迫提高自备款比例。一些投资客原本盘算着用少量自有资金撬动大额房产，现在突然发现自备款暴增，现金跟不上，最后可能只好选择违约不买。预售屋市场上近来就传出不少类似的状况，换约潮、退案潮此起彼落，这其实就是一种轻微的崩盘。如果银行全面收紧银根，这种断头违约事件将更多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综上所述，信用紧缩、供给暴增、估价缩水，这3记重拳很可能就是击倒泡沫的最后力量。一旦这3者同时发酵，房价下修几乎无可避免。当然，以上说的是风险最大的情境，不是说全台房价都会同步崩跌。我们还得强调一点，房地产是区域性的市场。正如我们刚才点名的 Top 10泡沫区，他们确实面临严重的供需失衡，但并不代表其他区域也一样脆弱。有些地段该涨还是会涨，有些地方可能只是温和盘整。市场出现明显泡沫的区域，往往是缺乏刚性需求支撑，价格上涨全靠想象炒作的地方。我们应当将这些区域风险与整体经济基本面较佳的区域区分开来。对一般民众来说，最关心的莫过于房价真的会崩吗？什么时候崩？崩多少？老实说，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牵涉因素太多。不过，从我们列出的10大高风险区域可以看出，市场的转折其实正在发生。有的地方量能冻结，有的地方价格松动，苗头已现。这些都预示着高处不胜寒的房价开始往下走。未来1年，台湾房市或许不会全面大崩盘，但局部调整、区域泡沫破裂将可能成为现实。我们可以期待的是，房价回归更合理的水平，让真正有需要的人买得起房。但我们也要提防的是，调整过程若剧烈，可能对经济造成的连锁影响。最后，将这个问题抛给各位观众。对于今天列出的这份 Top 10泡沫风险榜单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所在的地区有感受到房市的冷却吗？还是觉得这只是一时的降温，之后房市还会再冲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当海水退去，
才知道谁在裸泳。房市的起伏亦然，也许真实的崩盘不会像电影情节那样戏剧性一夕到来，而是以无声无息的方式进行。成交变少了，价格一户户慢慢降了。几年后回头看，才发现高峰时买房的人已经被套在山顶上。希望今天的讨论能给大家一些启发与警惕，在追逐房产梦想的同时，别忘了留意脚下风险。毕竟当音乐停下，座位是有限的。房地产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，不会只涨不跌。我们能做的是睁大眼睛看清市场现况，审慎评估，不盲从，不恐慌。祝愿各位都能在乱局中保持清醒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居所与投资节奏。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，下一次再有这种排行榜，不知道榜单上会不会出现新的名字，或者今天提到的区域已经上演了大风吹，时间会给出答案。